大家好，我是苏菲小姐。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一台是宾士代号 R107的轻量型跑车。那这台车呢，在宾士是 SL 系列的第3代跑车。那第1代跑车呢是欧翼的，就是它的这个门打开像翅膀一样的跑车。那这台车现在就是台币如果没有3000万的话，你是摸不到它的。那第2代呢是直灯型的跑车。那这台车呢，现在台币如果没有600万的话，也是摸不到的。那这台是第3代 SL 的跑车。那这台车呢，台币如果没有150万，你也是摸不到这台车的。那这台车其实还蛮特别的是，这台车有2款，一款是就是软棚的，那这个软棚的呢是可以掀开的。那这个车呢，就是台湾人比较喜欢软棚，因为掀开敞篷开车感觉比较帅，所以这个软棚的车呢，生产在1971年到1989年间，大概有19年。就是这款跑车设计外形生产了19年，那其实一台跑车可以连续生产19年都没有改外观，是非常长青的一个车款。那这台车的另外一款呢，就是硬棚的。硬棚的话，它就没有办法把它掀起来，所以台湾看到比较多的都是软棚的跑车。那这台 R107呢，软棚的敞篷的轻量型跑车呢，全球19年间总共只生产了23万7千多辆。那留到现在的呢，已经没有这么多台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在这边看到其中一台，而且这台是在台湾，是非常厉害的。大家有没有印象，在香港的7、80年代的港片里面，我们最常看到的车款就是这部车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在那个年代呢，李小龙他拥有的第一部车就是 R107。那李小龙的车子是一台红色的 R107。那时候他开这部跑车，大家都觉得这部车就结合了时尚跟力量，还有奢华经典，全部都在这个车里面。所以那时候很多的政商名流还有贵妇们都很喜欢这台跑车。那这台车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，港片里面呢，只要是高富帅设定的角色呢，他一定是开 R107。所以在那个年代，这台车呢，只要你开出去呢，它就是个把妹神车，把妹神车。这台是 V8 560 5600cc 的引擎，本来它一开始跑的速度不到120，经过赫曼先生将引擎做了调整以后，现在引擎力量奇大无比，奇大无比。那我们今天就来试驾看看 R107 开起来的感觉怎么样呢？好，我们现在要来试驾这台 R107 的跑车。那我们先发动引擎，轻轻松松就发动了。然后因为坐上了古董车，突然发现油门跟刹车是哪一个，我有点搞不太清楚。那我们要先放它的手刹车，它的手刹车是在这边，看一下，手刹车很酷哦，是个圆圈圈，拉一下它就放了。然后看一下这边，它这里也是木质的。那这台车很特别的是呢，就是这个主人呢，就是比较希望这种绒布的感觉，所以他这边有定制了一个就是绒布的，那看起来很酷。然后这边有一个，这也是这是结合古董设计加现代的一台收音机，因为这边有 SD 卡的插槽。然后我们现在试驾出发，大家有发现吗？我们把棚打开了呢，这样才可以看到外面。然后每次都觉得呢，开这种敞篷车有一个很酷的地方，就是这个呢，每次这个挡光板呢，这样拉起来，感觉很像2个翅膀。来，这个开起来其实不会很累，脚不会非常的就是费力。那我们现在是开山路，所以就是前面会稍微暗一点。来，这个刹车也很给力。所以呢，我们之前有说过，古董车呢就是要经过调整，它的引擎呢，还有它的刹车呢，这些性能才会变得比较好。因为它就是跟钢琴一样，用久了有些地方呢就松掉了，那你就把它调回来就可以了。
哦，这里比较亮一点了。OK， 好，前面的路比较平。哦，难怪以前的贵妇跟巨星们都喜欢开这台车，因为开这台车，大家可以看这边，手就可以放在这里，然后就跟外面挥手，但是可以直接挥手，像大明星，耶！哦，这样危险，要看前面。我因为现在是在山路，不是在平的路，所以就是我没有办法去测试，把它当赛车开的时候的那个速度感，因为我们安全驾驶。我是一个开车很安全的人。很好。